以色列酝酿回击伊朗后，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正在公开和私下采取措施，希望能说服以色列选择有限的回应。另一方面，中方也在积极展开外交斡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5号分别同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以及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 在同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的通话中，王毅表示，中方强烈谴责并坚决反对伊朗驻叙利亚使馆馆舍遇袭事件，认为这一事件严重违反国际法，不可接受。中方注意到，伊朗表示，伊方采取的行动是有限度的，是对馆舍遇袭事件行使自卫权，赞赏伊方强调不针对地区国家和周边邻国，并且重申继续奉行睦邻友好政策，相信伊朗能够把握好局势，在维护伊方主权和尊严的同时， 避免局势进一步动荡。阿卜杜拉希扬介绍了伊方对伊朗驻叙利亚使馆馆舍遇袭事件的立场，表示联合国安理会没有就此作出必要反应，伊方有权对主权受到侵犯作出自卫回应。 当天，王毅还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王毅表示，中方坚决反对袭击伊朗驻叙利亚使馆馆舍这种严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同时，我们注意到伊朗表示进行的反击不针对任何周边国家，愿继续奉行睦邻友好政策。当前局势面临走向恶化还是回归正常的抉择。中方赞赏沙方强调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我们愿同沙方共同努力，避免对抗进一步加剧。 费萨尔表示，沙中对当前中东局势的立场高度一致，两国都主张通过对话解决分歧，都致力于维护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沙方对当前局势升级深表担忧，希望局势尽快回到正常轨道。 伊朗和沙特是中东地区什叶派和逊尼派的代表。此外，同一天，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翟俊应约会见以色列驻华大使潘启瑞，双方就中东局势交换了意见。 翟俊阐述了中方在加沙冲突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并表示，冲突流血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有关各方应保持最大限度冷静克制。当务之急是加沙地带立即停火止战，保障人道援助，尽快释放全部被扣押人员，在两国方案基础上实现巴勒斯坦问题政治解决，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国和平共存。 观察认为，在巴以冲突中，美国的亲以立场已经使其在国际社会面临两难境地，而中国的外交立场则受到更多国家认同。 值得注意的是，据路透社报道，在空袭以色列几天前，伊朗曾广泛向地区国家以及以色列的盟友美国提前发出预警。土耳其、约旦和伊拉克均证实了这一说法。不过，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向路透社否认了伊朗的说法，称美国确实通过瑞士方面与伊朗进行了接触，但并没有提前收到预警。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分析认为，伊朗的空袭经过精心策划，显然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伤亡，同时最大限度地增加壮观性。报道称，伊朗领导层认为必须打击以色列，以重申其作为地区强国的地位，但伊朗也需要尽量避免引发全面战争。I think the Iranians are really clever in not provoking Israel into retaliation simply because it's going to be against their interests because they have no interest in a wider engagement with the Israelis. 不过，白宫方面否认了相关说法。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科比15号宣称，这次袭击之所以失败，美国发挥了关键作用。I've seen reporting that the Iranians meant to fail. That this spectacular and embarrassing failure was all by design. I've also seen Iran say that they provided early warning to help Israel prepare its defenses and limit any potential damage. All of this is categorically false. 尽管美国方面嘴硬，但出于对局势进一步升级的担忧，美国政府日前已经表明不支持以色列对伊朗空袭行动作出反击。3名知情人士透露，拜登私下担心内塔尼亚胡正试图将美国更深入地拖入一场更广泛的冲突，甚至是与伊朗的直接战争。拜登的亲密盟友特拉华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库恩斯在接受美媒采访时也传达了类似观点。What I think Israel should do is pause for the moment, consult with its close allies and partners, assess the damage and the activity, and then decide what is the most appropriate response. And allies will give them the room to make a deliberate and considered response
in terms of their next steps forward. 其他大国方面，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瓦西里涅边贾在安理会表示，一些西方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对中东冲突升级的根源保持沉默是不可接受的。俄罗斯敦促伊朗袭击事件的有关各方保持克制，所有问题都应完全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解决，认为以色列应放弃在中东地区的武力行动。法国总统马克龙15号接受法媒采访时则称，法国正竭尽全力避免事态升级，包括试图说服以色列不要以升级作为回应。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表达了对中东紧张局势的担忧，并呼吁伊朗与以色列应该避免采取进一步升级冲突的行动，并劝诫以色列不要报复。So our hope is that there won't be a retaliatory response. We're trying to avoid escalation, and the action we took alongside the Americans and others clearly has helped to stop that escalation. 好，消息马上来连线特评人员刘和平。刘先生你好。我们看到，在报复以色列对其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之后，伊朗从总统到外长都展开了一系列密集的公关行动。那对此您怎么看呢？很显然，现在伊朗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阻止以色列即将采取的反报复行动。为此伊朗一是采取软硬两手的方式，隔空向以色列直接喊话，也就是在报复以色列的导弹还在空中飞舞的时候，伊朗驻联合国大使立马就表示，只要以色列不采取反报复行动，那伊朗的报复行动就到此为止了。二是反复向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做解释工作，说自己的报复行动是联合国宪章规定下的合法防御行为，这显然是希望联合国及其安理会能够出面阻止以色列的反报复行动。三是明知道美英法是站在以色列一边的，伊朗仍然希望美英法能够出面压住以色列。从中我们也可以再度看出，伊朗的这次报复行为其实是不想打而又不得不打的。不想打，一是因为清楚地知道自己跟以色列以及美英法之间的实力差距太大；二是因为清楚地知道站在幕后支持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以及也门胡塞武装最为符合自己的战略利益，而以色列轰炸其驻叙利亚大使馆的目的就是将自己从幕后给揪到前台。在这种情况下，一旦自己动手报复了，也就正中了以色列的下怀。为此伊朗曾经给自己找了一个体面的下台阶，说只要美国促成以色列与哈马斯达成了停火协议，自己就不会报复以色列。然而最终美国和以色列连这个下台阶都没有给。正是在这种两难之下，伊朗已把架势拉到最满的姿态，硬着头皮表演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报复大戏，而且主要是演给国内看的。